出發去邊？佢講緊嘅係斯里蘭卡。香港唔係冇直航去科倫坡，但係實在有啲貴，所以我哋最後選擇咗坐廉航，停一停曼谷，食返個芒果糯米飯，夜晚先至抵達科倫坡。我哋喺機場附近求其揾咗一間酒店過一晚夜，第二朝瞓醒先至正式開始我哋嘅石蘭之旅。我哋嘅石蘭之旅一共有12日，喺科倫坡過一晚夜。我哋第二朝一早要坐3個鐘頭車，去到較北嘅內陸，一個有2000幾年歷史，叫 Anuradhapura 嘅古城，睇一睇嗰度嘅皇城同埋寺院嘅遺址。呢個係 Melinda， 係我哋嚟緊7日嘅司機，係一個好有禮貌、好細心、英文講得唔錯又好幫得手嘅司機。但如果係都要我挑骨頭嘅話，應該就係佢個腳重迫力啦。斯里蘭卡嘅道路網絡，除咗好似科倫坡呢啲咁嘅大城市之外，其餘嘅路都係來回各一線嘅柏油路。喺斯里蘭卡揸車，俾我嘅第一印象係要同好多電單車、嘟嘟同埋瘋狂大巴去爭路，但其實只要離開咗市區，其實道路都算暢順。坐咗3個鐘嘅車，我哋終於嚟到世界文化遺產 Anuradhapura 古城。求其揾咗個地方醫肚，又行咗個我哋已經唔記得咗叫咩名嘅博物館之後，我哋就正式開始我哋嘅古城之旅。呢個係 Jamal， 係 Melinda 介紹嘅導遊，仲係一個識得用紙筆、識得用圖像去講解事物嘅導遊。喺佢嘅細心講解之下，我先意識到 Anuradhapura 其實有成個九龍半島咁大。而我哋就會先去一個有2000幾年歷史、高峰時期住咗7000個僧侶嘅寺院遺跡 Abhayagiri。 Abhayagiri 嘅寺院建築早已經變成頹垣敗瓦，但係佢嘅水利工程仍然保存得好好。我哋眼前呢個就係 Twin Ponds， 係當年嘅僧侶用嚟沐浴、保持衛生嘅大浴場。要保持池水清潔，就係靠呢啲大嘅格沙缸，同埋池邊帶嚟好運嘅5頭蛇 Naga 嘅雕塑。寺院裏面重要建築，第一個層都會有個石台階，入口嗰度亦都有5至7級嘅石級。石級嘅旁邊有印度教傳統 Nagaraja 嘅石雕作為守護神，而石級兩側嘅矮牆就有6筆像 Makara 嘅石雕，而石級嘅底部就雕有一個半月形嘅圖案，裏面有一圈又一圈嘅畜生，一圈又一圈嘅藤蔓。畜生代表輪迴同埋苦難，而藤蔓就代表貪嗔癡。半月形嘅中間雕有蓮花，代表住得道同埋超脫。
呢個建築入口嘅造型或精或簡，可以喺古城嘅其他角落，甚至乎斯里蘭卡其他嘅地方都見得到。我哋跟住落嚟嘅景點並唔係呢一座處於三昧境界嘅佛像，而係佛像周圍一個係一個空空如也嘅台階。呢啲台階並唔係佢哋上高有佛像俾人哋偷咗或者破壞咗，而係本來嘅設計已經係咁。因為釋迦牟尼從來都唔希望大家記住佢嘅色相，膜拜佢嘅色相。一座又一座空嘅台階，提醒大家要記住嘅其實係佢嘅說話。呢個係象池，但係其實佢同大笨象一啲關係都冇，只不過係因為佢容積巨大，所以就叫做象池。其實佢係一個巨大嘅食水水缸，個7000個僧侶嘅飲用水就係由佢提供。佢裏面嘅水亦都係由 Anuradhapura 其他嘅水塘引導過嚟。但係今時今日，象池已經變成咗水鳥同埋佢嘅獵物嘅棲息之地。喺阿拜亞基里嘅樹林裏面，可以揾到大自然已經重新佔據過往幾千個僧侶嘅起居痕跡。包括佢哋分派食水嘅地方、分派米飯嘅地方，當然仲有佢哋如廁嘅地方。但係同樣地，今日呢啲地方都已經變成自然物種嘅棲息地。我哋之所以又要圍 Sarong， 又要除鞋，因為我哋終於嚟到阿拜亞基里神聖嘅精神中心——阿拜亞基里佛塔。我一路以嚟有個誤解，以為所有嘅佛塔裏面都會有個空間，包藏住類似舍利子之類嘅遺體遺物，但其實大部分嘅佛塔，佢哋裏面都係實心嘅。佢哋嘅建造係以佛陀打坐時候嘅姿勢作為模型，建塔如建佛，用以提醒大家佛祖嘅教導。南傳佛教同埋藏傳佛教都仲有佛塔 stupa 呢個傳統，但係佛教東來漢化咗之後，5層又好，7層又好，9層又好，都變成人可以行入去嘅建築物。見到嘅係塔，而唔再係佛祖打坐嘅剪影。喺佛塔周圍嘅空地上高種咗好多菩提樹。撇除宗教上高嘅關聯，菩提樹係我好喜歡嘅一種樹種，因為佢嘅生命力，因為佢嘅葉形，佢嘅樹葉喺風裏面沙沙作響，令人安靜落嚟。難怪佛祖同佢有樹下得道嘅緣分。我哋跟住要去嘅廟宇同樣有超過2000年歷史，但係因為喺近代修復過，所以內外都變得潔白無瑕。亦因為咁，有特別多善信嚟到呢度參拜同埋朝聖。但其實我對越舊嘅建築越感興趣，甚至乎喜歡頹垣敗瓦多於雕欄玉砌。反而我對嚟到參拜嘅人更感興趣，無論係僧侶、一般嘅普羅、大人、細路，即使唔係個個五體投地，但係個個都表現得非常之虔誠。
呢一棵都係菩提樹，但係佢並唔係一棵普通嘅菩提樹。相傳佢就係被任釋迦牟尼得到嘅嗰棵菩提樹，2000幾年前喺印度借枝插枝帶返斯里蘭卡種植出嚟。諷刺嘅係，原本嗰一棵已經死咗啦，而呢一棵亦都垂垂老矣。可以見到佢已經有枯死嘅枝幹，而未枯死嘅枝幹亦都需要用金屬托架攙扶住。釋迦牟尼已經得到超脫，但似乎為佢提供庇蔭嘅菩提樹，始終逃唔過生老病死嘅循環。我哋最後一站係去皇家廟宇，係一座依傍住一嚿巨石而建嘅建築物。廟宇嘅前室係搭建出嚟嘅，但係廟宇嘅內室，亦即係釋迦牟尼像嘅所在，係整個從岩石開鑿出嚟嘅。廟宇嘅下面建造咗一個新嘅臥佛，光鮮亮麗，但我始終都係鍾意上面更細更舊石窟裏面嘅銅像。嚟到皇家廟宇嘅遊人，似乎都離唔開要一登呢一嚿大石。我哋入鄉隨俗之餘，亦趁機可以企得更高，從一個少有嘅高角度眺望 Anuradhapura 嘅模式，為今日嘅旅程作結。其實 Anuradhapura 作為一個旅遊景點，絕對有潛質可以升華到好似吳哥窟咁受歡迎，但似乎佢嘅潛力仍然未好好咁樣釋放。但諗深一層，當佢配套完善、遊人如織嘅時候，佢就再唔係我哋今日見到嘅沉默寧靜嘅 Anuradhapura。只有身處沉默嘅 Anuradhapura，你先至可以感受到2000幾年嘅時間沉澱出嚟嘅味道。